那么再来看一个侧视图啊，它的规律是这样的话，从侧面来看的话，握大转子做一条垂线，那么膝盖呢大概落在垂线上，小腿呢大概落在垂线的后面，也就是说大腿小腿不是正冲着的，而是略微错开的，错开才能形成这种美感，也是它能够承重的一个原因啊，它只有错开才能够承受住这更大的重量。然后呢，上半部分后面的略平一些，略平缓一些，前侧呢略鼓一些，那么它下面呢后侧呢略鼓一些，前侧的平缓一些。大腿上半部分后边的凸点低，前面的凸点高。从大腿开始的这个位置也能看得出来，后高前低。然后到膝关节，你看后面的转折点和前面的转折点反过来，后面高前面低。然后小腿突出的地方呢，这个地方大概在小腿的上1/3处，前面略平缓，不够明显。画小腿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方法，小腿我们可以先画成这个形状，我们把胫骨的这个地方呢，给它画成一个往里凹的一个趋势，先确定它最基本的形状，在这个凹下去的这个线上面稍微画一点骨骼的形状，这个微妙的弧度就很好控制，很好掌握。你可以试一下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如果你直接想画一个微妙的弧度的话，比较难啊，这是有经验，没有经验的你控制不好大小啊，很有可能就把腿画成这个样子，腿和胳膊都容易画成莲藕，就会把人画成这个样子啊。我就说这个人就画成莲藕人了嘛，这就是缺乏对基本结构的认识，对人体结构的常识。为了避免画成莲藕人，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好用的方法。侧视图来看呢，大腿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这种向后倾斜的感觉，那小腿呢中和了这个倾斜，它往前来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弯度，然后脚形成一个弓形，牢牢的抓住地面，撑住身体。后面大致呢是分为2段，前面呢是3段，这里有个膝盖的造型啊，是小腿前侧的造型，这是腿部正面的形状与侧面的形状，对吧？这个形状还是比较漂亮的。你记住这几个要点，我画起来哪怕是默写，你也能够默写一个比较好看、比较接近于真人的腿部。